重生回到诸神黄昏开服之前，林天浩凭借前世的记忆开启超神级天赋，每次普攻永久增加1点生命值。我无敌了，你们随意。王铁匠心中有些急躁，他不想和林天浩闹僵，毕竟之前他们合作得很愉快。但林天浩却言辞坚决，表示老村长的条件相当丰厚。王铁匠知道自己可能要被坑更多了。林天浩提出要求，想要一块圣级觉醒石。王铁匠心知这是不可能的，但他提出可以将林天浩的9合长弓升级为铂金级，并附赠一条铂金级项链，这会大大提升林天浩的战斗力。但林天浩却犹豫了。林天浩需要的不仅仅是攻击和暴击，更需要吸血属性。王铁匠的套装虽然攻速和移速很高，却缺乏吸血。王铁匠却无奈地表示，自己的青铜级套装只有攻击属性，而吸血属性只有1件特殊装备。林天浩心知王铁匠已经猜到了他的意图，只好表示遗憾地离开，准备去找老村长。王铁匠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心中升起一股不悦之情，一股无形的气势释放了出来。林天浩被高温影响，受到了一定伤害，但他依然决绝地表示自己宁死也无法接受这套装备。王铁匠看着他的决绝，心中两难，取出了一条特殊的项链——嗜血项链。嗜血项链的效果是每次普攻恢复自身1%的生命值，这让林天浩心动了。虽然看上去不起眼，但对于他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。他答应了王铁匠的要求，以冰焰魔矿和其他1000件装备作为交换条件。林天浩开始加班刷扭曲丛林，他要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生命值，顺便积累铁匠要的装备。而逐梦烟雪则对他的进展感到失望，决定不再关注他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林天浩已经没有追上他的希望了。在林天浩刷着扭曲丛林的地狱级难度时，其他俱乐部对他的关注逐渐减少了。毕竟在诸神黄昏前期卡在10级这么久，让他们开始怀疑林天浩的价值。然而浮屠顿山一直在关注着他，并且还不断发送关心的消息，只是可惜都没有得到回复。网上有博主发帖表示，林天浩泯然众人，认为他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天才，进入主城后会失去了优势。尽管职业玩家对这种说法并不认同，但大多数普通玩家却倾向于相信这种观点。浮屠顿山看到这条帖子后无法忍受，立即发帖回怼。他指出博主的分析漏洞百出，特别是对于林天浩的浮空技巧和伤害值的质疑，直言博主说话之前应该先过脑子。这一回应立刻引起了轰动，毕竟浮屠顿山是浮屠公会的少东家，名气不小。但游戏董哥随即也发表新帖，指责林天浩的技巧可能依赖于特殊道具，因此对他的成绩持怀疑态度。两人开始在网上争论，这场争论迅速成为了热点话题，甚至登上了热搜前10。然而在这场争论的背后，林天浩却沉浸在不断刷取扭曲丛林的快感中。经过数次通关，他终于收获了天罚之手升级至3星的好消息，使得他的实力再次得到提升。此刻的他已经可以轻松应对副本，并获得了大量奖励。林天浩查看了一下装备，发现已经有1100多件，满足了王铁匠的任务要求。他立刻回到新手村，将装备和冰焰魔矿交给了王铁匠，得到了嗜血项链。这条项链的加成让他的压力大为减轻，结合进化玉佩的免控能力，他觉得即使面对老村长也有一战之力了。然而王铁匠要求他前往破坏复活祭坛，这让林天浩陷入了思考。破坏复活祭坛意味着他将失去在新手村的安全保障，即使强大如他，也难以承受在主城被击杀的后果。林天浩试图推脱，提出等待老村长死后再行动，但王铁匠显然对他的诚意感到怀疑。他逼迫林天浩去悬崖与老村长对战，还提出了一个未知任务、未知惩罚和奖励。面对这一选择，林天浩决定接受任务。这个决定让王铁匠感到意，提出如果林天浩单独击杀老村长，将会给他1件弓箭手的可成长武器。王铁匠的话让林天浩眼前一亮，王铁匠提到的可成长武器令他心动不已。这种武器无上限，可以超越神器，成就传说中的超神器，对于一个追求力量的玩家来说，简直是梦寐以求的存在。决心已定，林天浩迅速启程，来到了悬崖处。不知何时，悬崖边竟已搭建起一座凉棚，老村长正坐在里面享受着茶香。见到林天浩，老村长笑着招呼道，但他的话音刚落，一根羽箭便劈空射来，准确地击中了老村长手中的茶杯，将其粉碎。老村长叹了口气，对林天浩表示失望，并不再多言。林天浩冷漠地面对老村长的嘲讽，毫不犹豫地发动攻击。然而他的羽箭被老村长轻松化解，甚至被反击了回来。林天浩意识到老村长并非寻常之辈，他展现出的实力令人惊叹。随着战斗的继续，林天浩不断试图找到机会进攻，但老村长的速度和手段让他束手无策。被老村长摔倒在地后，
现实中的林天浩痛苦地感受到了来自游戏中的真实伤害。老村长的战斗技巧犹如噩梦般纠缠着他，让他无法有丝毫反抗之力。林天浩惊讶地发现，老村长的招式竟与格斗家的技能相似，这令他猜测老村长可能有着与之相关的身份背景。但此刻他已顾不得太多，只能拼尽全力与老村长对抗。然而林天浩的努力显然是徒劳的，最终林天浩被老村长以惊人的伤害数值秒杀，彻底失败。复活后的林天浩发现自己等级下降了1级，这个消息无疑让一些关注他的玩家大感意外。而游戏董哥则借机发帖讽刺林天浩的失败，声称他只是依靠特殊道具和运气，而不是真正的实力。游戏董哥的一番言论立即引起了众多普通玩家的共鸣，甚至一些高手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然而浮屠顿山却对此心生不忿，因为他仍然坚信着林天浩的超凡能力。他简单的在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，试图为雪地大佬辩解，却遭到了众人的嘲笑。浮屠顿山的这番言论只是引来了更多的嘲笑和不屑一顾，甚至连他的姐姐都在私信中劝他停止在网上发表无聊言论。看到这条消息，浮屠顿山感到有些不悦，但仍然不肯认输，坚持认为雪地大佬只是暂时失利，相信他会再次崛起。林天浩却毫不知情，他的一次意外掉级引发了巨大的轰动。从复活祭坛出来后，他意识到老村长竟然是位格斗家，甚至同时修炼冰火双系格斗。林天浩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，上次交锋他并没有佩戴进化玉佩，只是试探性的与老村长交手，同时争取到王铁匠的信任。林天浩并决定前往扭曲丛林继续修炼，通过单刷2次扭曲丛林，林天浩顺利的达到了10级，重新获得了底气。回到新手村的铁匠铺，林天浩提交了与老村长交手的任务，却得到了一份相对较少的奖励。尽管如此，他并没有表达不满，而是询问王铁匠关于如何对付老村长的建议。王铁匠向他发布了一项隐藏任务，前往矿洞要求击杀老酒鬼，但任务的惩罚和奖励都是未知的。原来王铁匠早就怀疑老酒鬼是老村长的人。在前往矿洞的途中，老酒鬼已经察觉到了王铁匠的意图，他坦然面对林天浩，解释了王铁匠的多疑心态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透露了整个计划的背后动机，并表示自己必须牺牲，以便林天浩能够得到王铁匠的信任。就在这时，老村长突然出现在矿洞门口，林天浩感到震惊，意识到整个新手村都可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。老村长承认了一切，他们需要林天浩击败老酒鬼，以获取王铁匠的信任，并在关键时刻给王铁匠喝下曼陀罗药剂，以便实现最终目标。林天浩沉默了一会儿，最终相信老村长的计划，并承诺全力配合。随着一箭射中老酒鬼，他们的计划正式展开。玩家雪地完成了老酒鬼的首杀，全服通告此起彼伏，掀起了一阵热烈的讨论。网上的交锋声不绝于耳，而此时主角林天浩却在另一处继续着他的冒险。林天浩得到了战利品、技能书、装备和特殊道具，尽管奖励不算丰厚，但其中的特殊道具却引起了他的兴趣。金光符提供了临时的防御能力，而酒葫芦则似乎有着更为神秘的功能，能够酿造出各种特殊酒水，这让他心生期待。虽然暂时无法利用，但他知道他的潜力。在完成了任务后，王铁匠给了他一套清风套装作为奖励，这套装备的属性对于他来说颇具吸引力。然而他也不得不面对取舍的问题，毕竟已经拥有了其他强力装备。最终他决定换下一枚戒指，佩戴上清风套装，以期提升自己的战斗力。随后王铁匠和林天浩商定了行动计划，他们决定前往悬崖，与老村长展开一场决战。抵达悬崖后，他们见到了老村长。王铁匠和老村长之间的矛盾早已悄然升温，此刻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。老村长身穿白银套装，而王铁匠则是黄金套装，两人都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。他们的对话充满了火药味，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激烈的冲突。王铁匠率先出手，冲向老村长，带着盾牌的倒刺闪烁着锋利的光芒，宛如一头愤怒的猛兽。老村长的身手着实惊人，他的每一招每一式都凌厉无比，让王铁匠难以招架。王铁匠虽然拥有黄金级的装备，但在老村长面前依然处于下风。尽管他利用反伤和技能不断还击，但老村长的实力显然更胜一筹。林天浩站在一旁，冷眼旁观着这场激战。他并没有参与战斗，而是选择观察老村长的战斗技巧，准备在适当时机出手。毕竟他知道，只有在老村长和王铁匠都精疲力尽的时候，才是他最好的机会。然而就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，王铁匠突然展现出了更为强大的能力。他利用盾牌上的雷霆能量，让老村长短暂麻痹，随后发动了连续的猛烈攻击，将老村长逼入了危险境地。
尽管老村长一直在利用自身的回血和反伤属性与王铁匠周旋，但在王铁匠的猛攻之下，他也开始感受到了压力。王铁匠的攻击越来越猛烈，让老村长难以应对。然而，就在王铁匠以为胜利在望的时候，林天浩突然出手了。他不是攻击老村长，而是射向了王铁匠。王铁匠被箭矢命中，愤怒地责问林天浩，但林天浩却只是淡淡的回答，抱怨着老村长给的奖励太过强大。实际上，林天浩的目的并不是击杀王铁匠，而是让两位顶尖玩家相互消耗，以便他在最后一刻获得胜利。他一直在观察战局，等待着最佳时机。王铁匠和老村长的战斗变得愈发激烈，他们的血量都在迅速下降，但王铁匠受到的伤害明显更为严重。尽管他拼尽全力还击，但老村长的实力却让他始终处于下风。林天浩嘴角微微扬起，心中泛起一丝警惕。他观察着眼前的场景，想象着自己与老村长交手时可能会面临的情况。突然，老村长用尽全力将王铁匠抛向半空，接连施展出一系列攻击。王铁匠怒吼一声，开启了霸体，免除了一切控制。他的盾牌撕开空间壁垒，准备逃跑。王铁匠冷哼一声，虽然败在这一局，但他表现出的决心和毅力令人印象深刻。林天浩脸色阴沉，他不明白王铁匠是如何打开空间壁垒的，但他知道现在必须阻止王铁匠的逃跑，于是再次出手，五箭齐发。虽然无法击退王铁匠，但林天浩利用箭矢改变地形，封锁了王铁匠的走位。老村长也加入了战斗，猛地一拳砸向地面，形成了一个大坑，阻止了王铁匠的前进道路。王铁匠怒气冲天，同时开启了狂暴和霸体技能，加速冲击。但林天浩和老村长联手，不给他丝毫机会。王铁匠却不甘示弱，他利用浮空技能想要冲入空间裂缝，但老村长及时阻止了他。两人僵持片刻后，空间裂缝已经愈合，王铁匠陷入了绝境。林天浩和老村长趁机全力攻击，王铁匠无力抵挡，最终倒地不起。然而，就在王铁匠倒下的瞬间，林天浩的箭矢突然转向了老村长。老村长惊愕异常，却来不及躲避。林天浩面色严肃，毫不留情地向老村长发动了攻击。老村长气急败坏，试图反击，但林天浩的移动速度超乎想象，他轻松躲过了老村长的攻击。林天浩之前在移速上投入了大量属性点，加上装备的加成，使得他的移动速度异常迅猛。面对老村长这样的对手，他必须尽全力应对。老村长突然施展出9重影步，身形瞬间消失，出现在林天浩身后。林天浩虽然早有防备，但仍然被老村长的攻击打中，深受冰霜影响，动作明显受限。林天浩意识到老村长的技能异常强大，不敢有丝毫大意。他连发5箭，同时拉开与老村长的距离，但老村长的9重影步只用了一部分，再次出现在林天浩身后。林天浩竭力抵抗，但老村长的格斗技巧却十分娴熟，他趁机攻击，将林天浩逼入困境。然而，林天浩并没有放弃，他挣脱了老村长的控制，再次拉开与老村长的距离，羽箭破空，准确地命中老村长。随着攻速和移速的提升，他的动作变得异常流畅。老村长的反应同样不慢，他在林天浩拉开距离后立即做出反击。老村长施展出第4重影步，引得林天浩头皮发麻。9重影步的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，尤其对于那些脆弱的远程职业而言，每一次的靠近都是致命的威胁。老村长发动了爆裂拳，一拳猛击在林天浩下巴上，将他击飞。然而，就在老村长准备进行连招时，林天浩已经稳稳落地。老村长心中一紧，林天浩竟然能够减免击飞的效果，他现在没有任何优势，霸体和狂暴都已经使用。如果9重影步无法击杀林天浩，接下来的战斗将毫无悬念。林天浩故作镇定，表示愿意商量。老村长心中焦虑，他并没有把握能利用9重影步击杀林天浩。林天浩的回血速度太快了，甚至比他这个新手村大 boss 还要恐怖。林天浩开出了条件，要求10块神级天赋觉醒石。老村长心知被耍，但也无奈之下，只好操纵出一张淡蓝色的符箓。林天浩瞬间意识到危险，转身便想逃跑，但符箓所释放的凛冽寒气迅速将他冻结。他感受到双腿逐渐被冰封，而老村长却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。老村长施展烈焰穿云掌，将冻结的林天浩猛地击碎，冰火2重伤害瞬间爆发，将林天浩击倒，生命值被抹去，当场死亡。林天浩在复活祭坛复活，但因等级下降，所有装备都掉落了。他刚刚复活，周围的 NPC 便纷纷发动攻击。林天浩迅速做出反击，用9合长弓射出5箭，命中多个 NPC， 造成大量伤害。他利用雷电跳跃施展技能，连续触发天罚之手的被动效果，持续提升自身生命值。
虽然他遭受了一系列攻击，但凭借净化玉佩的效果，对负面 buff 免疫了大部分伤害。林天浩知道老村长很快就会回来，他必须在老村长归来之前解决掉这些 NPC， 因此他连续释放5件齐发，不断提升自身生命值的同时，对敌人造成巨大伤害。时间紧迫，他必须在15分钟内解决掉这些 NPC， 否则将陷入极大的困境。林天浩的眼中闪烁着冰冷的光芒。无论对于哪个级别的玩家来说，被虐拳都是一种奇耻大辱，尤其对于他这样的重生者来说，这种屈辱更是难以容忍。药剂店老板挥动着手中的法杖，使出冰霜冻结技能，将林天浩困在冰霜之中。林天浩感受到攻速和移速下降，但幸运的是，净化玉佩的效果起到了关键作用，帮助他免受了大部分负面影响。林天浩意识到对方已经了解了他的免控能力，因此当他主要输出的5个 NPC 受到一定伤害后，便立即拉开距离回血，而其他10个 NPC 则增加了输出。车轮战，林天浩心中一动，尽管他的属性很强，但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。嗜血项链和9合长弓为他提供了强大的回血能力，但5件齐发消耗精神力巨大，因此他立刻切换成单根羽箭，以降低消耗速度。然而，这种做法导致他的血量迅速下降，几乎每秒掉落2万。尽管他努力回血，但仍然无法弥补掉血速。终于，他感到撑不住了，再次释放5件齐发，试图延长自己的存活时间，但这并没有什么用，最终他还是倒下了。林天浩从复活祭坛中复活，但 NPC 们并不给他喘息的机会，继续疯狂地攻击着他。他再次全力反击，但局势依然十分凶险。林天浩冷静地收起了9合长弓和嗜血项链，将它们放入背包中，以减少掉落的可能性。虽然他掉级了，但至少没有失去这2件关键装备。林天浩坚持了一段时间，但最终还是被击倒。在这短暂的时间里，他成功叠加了一些生命值。虽然这并不能改变局势，但至少能稍微提高他的存活时间。林天浩不愿轻言放弃，他要利用天罚之手这个超神级天赋继续战斗。然而，他的友人浮屠顿山却感到担忧，因为林天浩的等级持续下降，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。浮屠顿山意识到林天浩很可能正在经历虐拳，因此他更加担心。他决定尝试与林天浩取得联系，但此时的林天浩已经深陷激战，无暇回应。雪帝的实力在这个游戏中应该是足够强大的，但是被虐拳的情况让浮屠顿山感到十分困惑和无奈。他联系了浮屠神郎，询问有关被虐拳的情况。然而，对方表示不可能有人能够做到虐拳，而且雪帝连续掉级的情况更像是身处于某个特殊秘境或隐藏地图中。尽管浮屠神郎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，但他也表示无法帮助雪帝。这种特殊秘境的存在位置未知，无法寻找。浮屠顿山虽然心急如焚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能联系雪帝试试。这边的林天浩的心情十分沉重，他感到自己的实力和努力都无法改变眼下的局面。在与老村长的对决中，他毫无退缩之意，尽管连续被击杀，但他仍然毫不畏惧地与对手交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林天浩的生命值和伤害逐渐增加，而老村长的神情却变得愈发凝重。他试图让其他 NPC 前去抵挡，但却难以阻挡林天浩的猛烈攻势。最终，林天浩成功击杀了艾米药师，获得了丰厚的经验值。